这一张照片有20亿画素，你现在看到的每一个细节，其实都可以再放大10倍以上。今天我要把整个高雄拍进一张照片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拉爸。大家还记得这台智慧型摄影机的 Wolf 3吗？其实它不只是能拍星空，它还有一个超夸张的功能，就是超高画素的拼接。一般手机的全景大概是几千万画素，但这一台最高可以拍几千亿画素哦。到底是怎么拍的？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为了要拍出最好的画面，当然要爬到一个视野良好的高处啦。所以我又爬到了柴山101，不知道这边的可以看这一集哦。忘了喷气喘药，又要背大脚架，真的是去掉我半条命。虽然还是这个景，但每次来这边都感觉特别舒服。我本来在山下似乎看得到一点大武山，就冲上来了，但上来却发现今天天气并没有非常好，也接近日落了。但没办法，来都来咯，对吧？手机先大致环景看一圈，先架设器材。其实全景图拼接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技术或功能。但是用这台拍特别的地方是，它可以自动计算重叠的范围及自动拍摄。我们就直接来看看实际的操作吧。先以上次我在忠烈祠测试的画面来说明，它的界面上就有个全景的功能，点下去之后可以自行决定直行横列的拍摄数量，最多30行及60列，可以看左上角的广角来参考构图。但是超过19列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它就已经超过广角的这个范围，这个横向的范围就必须自己估计要拍多宽了。确定好长宽要拍多少张数后，就可以开始开拍了。回到柴山，我本来打算挑选最高的30×60来测试看看最高画素是怎么样子，但评估完构图，最终决定值得拍9张就好。毕竟上面的天空跟下面的树林都是没有用的素材。这样的话也预计要拍摄9×60，要拍540张。按拍摄键后，机器就会自动从左上开始开拍。有玩摄影的人可能才会知道这个功能的含金量，因为它是用长焦拍摄，这颗长焦等效大概是737毫米。通常拍摄几十张的全景截图还可以，但这种拍摄几百张又是超长焦，以及构图画距超长的全景照，就几乎是极为困难，甚至是你没有专业的辅助设备是不可能办到的。但这一台1万多的相机就可以简单的拍摄，还真的是令我惊讶。现在录影的画面并没有加速，可以看到这个 CMOS 果冻效应还蛮强的，拍摄速度其实我觉得算蛮快的，快到我甚至担心会不会影响到成片啊，会不会糊掉？当然实际上并不会啦。接下来加速。好了，我又再新架了一个机位，想说那个刚刚真的白天太无趣了，然后虽然晚上长焦要用这个拍摄非常困难，但是我还是尝试看看好了，因为白天阳光的影响真的太大了，但是晚上的话，它起码有夜景还是蛮好看的。现在到处周遭都有猴子在环视，其实也是蛮可怕的。晚上了，先看一看今天的夜景。我上次其实晚上已经有来过一次，结果我只有带小脚架，这个长焦镜被吹得不要不要的，画面根本不能用，所以这次才咬牙带大脚架上来。基本上流程是一样的，蛮惊讶的是它并没有锁快门耶，也就是一样可以用长曝光来拼接全景图。晚上一定要注意一下对焦，这边花了一下时间，建议先在自由模式单张的拍摄效果，再来拍全景。
不然你全景拍完，最后才发现设定错误就亏大喽。拍完收工，回家看照片吧。好，我们素材拍完了，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些素材拼接成一个全景图。那这边有2个方式，你如果厉害的话，你可以用电脑用自己的拼接软体去拼接，但是我不是很建议。我比较推荐的是下面这个方法，也就是它自己内建的 App， 它可以把照片上传到伺服器，然后由它的伺服器来帮你做拼接。这个方式不仅简单，而且速度我觉得也蛮快的，效果也不错。但是它还是有它的局限性，我们之后再说。然后我们就先打开手机来操作。基本上啊，它这个操作也很简单，你连上The Wolf 3之后，就可以选择它这边有一个全景拼图。你选完之后，再选择你拍摄的这个全景照片，它会有个大概的预览。然后你再上传到它的伺服器之后，它就会帮你做拼接了。但当然，这个是有一点隐私的问题。你如果在意隐私的话，你可能就要选择自己的拼接方式。但是这个方式真的是快很多，而且效果也不错。你自己拼，甚至没有办法拼得像它这么好。然后上传之后，它伺服器它会开始自动帮你拼图，拼完之后，它会给你一个连结。那我下面也会放我这个连结，有兴趣的你就可以点开来看看，它拼出来大概是长怎么样子。但像我这张夜景，我甚至拍了660张，它拼图的速度真的是很快。像现在没有人排队的话，可能就大概3到5分钟，可能就拼完了，真的是非常快。那如果有在意这个隐私问题的话，把它接上电脑之后，你也可以看得到像现在这种画面。这边啊，就是他拍的全景图的档案，你可以看得到。从00开始，它直行横列其实都有帮你分好了，但是你可以看到，像这种天空的地方，这边都挡得非常相像。你自己拼的话，拼接软体说实在也很难分清楚它的，因为它没有一个特征点去让它拼图。我自己有试过拼，也很难成功，非常的困难。然后这边就是它拍出来的档案，你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这样自己点开来看。这边都是1:1，它一张照片800万画素，大概就效果就像这样子。这是夜景的部分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来看成品吧。好，现在看到这张就是成品，我们来看一下它大概是多少画素。这边是它的尺寸，我们来算一下，大概是这么多万画素。把它放大一点，来看一下细节。看到哇，这边都还不是可以看，你可以看这个寿山这个景真的是非常棒。它从这个85大楼，甚至是越过这个柴山，可以拍到这个旗津这边。从旗津可以这样一路拍到这个左营这边。左营莲池潭啊，这边是那个半屏山，然后再继续放大，车子都很清楚。学院，真的是非常的厉害。来看一下这边的细节，但这个拍摄全景图也是有局限性啊，因为它的感光元件比较小，它就没有办法拍出太高的动态范围。现在这天虽然天气不好，但是也刚好是阴天的话，它的对比就不是很强烈，所以它都没有过曝的地方。我们还可以稍微再调整一下，让它画面更清楚，颜色更好。好，那就这张先看到这样。那我们看一下 iPhone 在这个场景下拍出来的效果。那这张就是 iPhone 拍的效果，可以看得到。iPhone 的话，我这是 iPhone 15 Pro， 如果用长焦镜的话，拍出来最大的全景图是这个 size， 大概是6000万画素。
才6000万画素而已。看它细节，这个就惨不忍睹，没有办法比啊。丢进来的话而已，它甚至拍摄的范围也没有办法到这么广，两边的差别，非常大，差别非常大。好，接下来看夜景的全景图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虽然它这样子是水平的，我们看起来是水平的拍摄，但拍出来它接完之后，这个地平线反而就不是平的。我不确定是接图的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，因为这张照片我自己试着用电脑接，我接不起来，那所以我就只能用这张来让大家看了。这张曝光是0.5秒，其实没有很久，但是加上争议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效果已经不错了耶，其实蛮漂亮的了。然后我们来看这边应该是效果，这边垃圾车。这边最亮的，来看一下85大楼，这2栋河边的这2栋真的是很漂亮。好，这次夜景其实也算成功啦，至少证明了如果脚架稳的话是没有问题的，可以长曝光没有问题。那这张夜景图的话，它大概是44200万画素，44200万画素。那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那天在忠烈祠测试的，然后我现在才发现，它虽然这个范围比较窄啊，但是它结合之后的宽度一样是65000画素，所以如果用它的伺服器接图的话，它已经帮你限制住了宽度，它最高就是只能帮你接65000画素。所以如果你要极高画素的话，你还是必须要自己用电脑接图。虽然在忠烈祠拍的这张啊，拍摄张数没有比柴山多，但它拼接出来的画素比柴山那张还要高。它有128500万画素哦，所以我在想，如果你拍正方形的话，才可以拼接出伺服器能帮你拼的最高画素。那我们来看这张12亿画素的照片有多么惊人，看全景图大概是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可以 zoom in 进去，车子。这个字甚至还看得到一队竞赛南部地区初赛，看它在这张照片的范围只有这么小而已哦，这么小，但是却可以看得到这个厉害，甚至这边还有个人永远忠诚。我们看一下，甚至这艘船这些号码也都一清二楚。哇，真的是超厉害的。超厉害的，好事多这个也很清楚 ，IKEA 这下面这排字啊，这边也都非常清楚。再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是从这么远的范围拍出这么清楚的全景照，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，有没有？一清二楚。所以它这颗长焦镜的品质其实真的非常的好。为了星空而设计的设备，果然光学品质是非常重要的。看根根分明。真的是非常的厉害，甚至这个鸟，这些都是鸟。后来我在想，这种全景的功能还可以利用在哪些地方？比如说你拍比较小的范围的话，它就可以变成一个超高解析度的相机。像你看我拍这个忠烈祠的这个范围，它连这个砖瓦的细节都拍得一清二楚，这个纹理啊、裂痕啊，这个真的一般人根本就看不清楚。那么这也是一个应用的方式。最后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柴山那一张，因为伺服器的限制，所以它的宽度被限制在65000画素。然后我就自己尝试用自己的电脑拼接了，真的建议大家不要自己拼接，因为这个真的是需要非常非常久的时间。电脑不好的话，可能根本直接挂掉，跑都跑不了。可以看得到这张就是我自己拼完的。这张我自己拼的话，它画素就是原尺寸了，大概这边横向画素可以跑到18万，纵向的话是17000。那这样算下来的话，这张照片的话，我算下来大概有32亿画素，扣掉这些空白的地方，起码也有30亿吧，很夸张，30亿画素的高雄30亿画素，然后可以看得到这边的细节就更清楚了，因为它就没有压缩了。那么这个我没有替它打广告，但是这个文字真的
大家再看一下，哇，这个真的是更不得了，这边马路都一清二楚。信赖高雄这个也都看得到哎，哇，这个第一邮联海运快递专区这都看得到哎，这多么细致的东西啊！超夸张，超夸张，太扯了，太扯了！统一时代百货，哇，非常非常的细致，我连这个享食天堂，这是梦时代的享食天堂。再给大家看一次。那如果把系统拼接的这张全景图跟我拼接的放在一起看一下，这个比例真的差很多，所以系统的限制它没有办法帮你拼出最高画素，真的是差蛮多的。所以细节的话应该也会差很多。你要最好的细节的话，还是只能自己拼。哇，我现在才发现它甚至这边拼接错误了，细节比较。好，这就是我一张照片把高雄尽收眼底，30亿画素的高雄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如果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再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我是米拉爸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